在贵州的大山深处，海拔1000多米的悬崖正中间，凌空镶嵌着一座古寺。它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，至今也有300多年。没有钟声鼎沸，没有香客如云，只有终年不散的云雾与悬崖为伴。通往这里的路不是朝圣的阶梯，而是几乎垂直的天梯。你必须抓紧铁链，脚踩在藏壁而成的石阶上，一步一步向上攀爬。每一根柱子，每一片屋瓦，都承载着超越高度的信仰。这不是一座被供奉在平地上的庙宇，而是一座用人的信念钉在悬崖上的历史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完成这场垂直的朝圣，去触碰那座修建在云端的天空之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立星河图，我是三立。我现在呢位于贵州省环评县浪洞岩的山脚下，我身后这座山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爬的西足寺所在地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带你们爬上这座山，再上一段几乎垂直于90度的天梯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呢就跟我一起探秘这一座藏在悬崖之巅的300年悬空古寺。可以看到这条路呢，其实还是有人为走的痕迹啊，小小的一条，旁边呢长了很多那些刺，走的时候啊，还是不能穿短裤的，不然刮的脚是生疼。你们看这个紫色的花，像不像一个毛毛虫啊？但是又很漂亮。他们都说了，那里上面的那条路啊都很不好走，让我们一定要小心为上。我这不得不让我还有点好奇了，那个路是有多么的惊险啊！大家看，这里呢，又是一个喝上泉水的。我发现呀，我们爬这些深山的古寺呢，在这些路途中啊，都能发现有这些喝上泉水的水源，然后供人们解渴。上面呢也会放一些碗、一些盆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沿着这一条小道一路往上爬了。我感觉应该是快到了，因为现在这里呢，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几乎接近这个崖壁了。啊，你们看，这旁边这个崖壁，感觉不怎么高哎，伸手就能触到。看这里还放了很多个石头，应该是有些人爬山爬累了，就坐在这里栖息一下。看，这里呢也有插了一些木棍，然后这些木棍在民间的寓意呢，是为了祈求家人身体健康而有靠山。这个上面居然还有电线接过来，简直不可思议啊！你们看，现在我们这个崖壁上，看到底上是非常的高。
哎，你们看，这里用石堆堆了一个小平房。哦，这里呢供奉了一尊神像，看这神像的模样呢，应该是阁老族山王的神像，这是属于贵州地区阁老族的民间信仰形象，被称为呢山王天子。它是源于山神祭拜，传说为呢盘古山化身。你接下来呢就往这前面，我好像看到这上面有一尊房子了。看，这上面就有一座房子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第一次见。哇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它是白色的果实一样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黑点。看这里啊，这里长满了很多，我真的第一次见啊。现在我们往这上面爬，看看，应该是快到那个房子了吧？哎，来，大家看，我已经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个那个石门，应该是往那里进去。这个门开的是时间很久远了，上面呢都已经布满了青苔。你进去看一下。这里好像就是我们刚刚在山脚下看到的那座房子，这里有一座。大家看，这里呢也供奉了一尊神像，这应该看这神像的样子呢，应该也是阁老族罗神像。这里应该就是有一座寺庙了，这里还有几块功德碑，永垂千古。这上面写的好像也是功德碑，都是功德碑。不知道这上面有没有人啊？但是感觉有人文生活的痕迹。这里门已经锁了，这里面好像是一个厨房，但是锁了，我们看不了。这里面应该是供奉一些佛像的地方了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金华啦，大家看，就是那一座建在悬崖上的一座房子。
看它几乎就是沿着崖壁而建，旁边呢也是没有路可以走过去的。我好像已经看到那一个了。我们攀爬那个几乎90度垂直的天梯上去，就是这里，应该这里爬上去，然后沿着那条悬崖的崖壁一直走，走到那里就是我们到的精华部分了。哎，你们看，这里呢也供奉了2座罗神像。你们看这神像上面这一棵树，真的是底下感觉一点土都没有啊，就在这个石缝里面生长。你看它的根都已经延伸到这来了，这个生命力真的是顽强不息呀。我们现在呢就要攀爬这座几乎垂直于90度的天梯了。它这条天梯呀，几乎没什么依靠，唯一的依靠呢就是旁边这根铁链。而且你能想象吗？上面那一座寺庙那座房子，他们当初建造的那个坚良程度啊，真的是很难以想象。以前的信众呢，也就是依靠这座天梯一步一步的攀爬上去朝拜。哎呀妈呀！哎呦！哇，你们看这里非常的狭窄。你说那些建房子的，建在悬崖峭壁的，搬那些建筑材料过走这种垂直的天梯，过这么狭窄的道路，是不是特别的不方便？哇，终于上来了！哎，你们看，这边呢也供奉着一尊神像，好像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用木头雕的那个罗神像。这个呢是一尊石像。这里面进去，你看这上面呢还拉了电线上来，然后这还有电。你们看那个灯泡还是亮着的。哇，你们看这里呢也是打了一块很大的那个功德碑哦。哇，你们看这里还堆了很多的玛尼堆，这种呢虽然不是在藏区啊，但是它也是同样有着祈福的意义。如果你们来了也可以顺时间转一圈，贴一块10块，但是这里旁边就是悬崖了，我们就不转了，可以贴一块10块，来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哇，这下面好高！哇，你们看这一个石头，像不像一个天然的花洒，又像一个天然的那个石坛？你看这上面还插满了一些香。这里也应该是一个，他们应该是想修一个水池吧？你看这还铺了一个
塑料膜在上面蓄水。哇，你们看这个崖壁，这个形状。之前我觉得应该这里是有水源的，因为你们看这上面已经长满了很多那些苔藓啊。但是现在估计长时间一段没有水源了。你们看，我们终于快到这个西足寺了。这里还有一个世善碑，龙头沟马氏陆氏璧从1994年起修，行吃素，虚心修炼，修庙塑神，修桥补路，忠诚功果，普度众生，是民千年万代，众会善缘，爱护千古圣迹，保护修缮。哇哦，你们看这风景，这墨绿的山峦叠着金黄的田，还有下面委婉的小路呢，串着白墙人家。这天上白色的云朵懒懒散散的趴在蓝天上，看起来美极了，就像一个被打翻的调色盘，你们觉得呢？这呢就是传说中的西足寺了。你们看啊，它是抬梁穿斗式的结构，整体呢是依山而建。西足寺呢，它是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的古寺。整体木屋里面也全都是些木质的结构，然后上面呢就是一些瓦片。你们看这个建筑呢，旁边就是悬崖，完全就连一个下脚的地都没有。我真的很难想象啊，当初人们都是怎么一砖一瓦背上来的，然后建起这座寺庙。上面呢就是崖壁。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路。前面好像没什么路了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沿着崖壁的这个路，但是看着比较危险。你看那里不知道还是谁放了一个保温杯放在哪，那个绿色的一个保温杯。OK， 我们现在呢就往回走吧。其实这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说，他们说这个寺里的观音像呢居然是从天而降的，而这个寺呢居然能保存下来呀，靠的也不是香火，而是山里人的坚持。这个坚持呢不声不响，却更加让人心里发紧。其实在中国啊还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不为人知的秘境。它不在地图上，却在人的记忆里呢生生不息。而且西足寺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，它不张扬，却用了300年的沉默来等你聆听它的故事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加订阅，并关注三立星河图。我是三立，下一站你还想看我去哪呢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星辰大海是征途，山川湖海亦是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